格岛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西海岸，是世界上公认最美丽的岛屿之一。当地的居民靠海吃海，主要以渔民为主，从渔业衍生出了许多经济活动。世界变化日新月异，随着时代变迁，岛上曾经风光一时的老行业，却难逃逐渐被淘汰的命运。我叫吴文光那么我从小学毕业过后就去当学徒咯。今年我也74岁，做新船就做了40多年，46年左右。其实我们去跟这个当学徒的时候，师傅也不是好像你们学校这样就是教你这样，教你那样，就是说你不是跟着去做工咯，做了久了有点经验，你会想到怎么样做什么样的程序那么就起初做散工了，做了一阵子了，就有那种小只的船我们叫做舢板大艇那个小船去帮渔农这样做了，我跟做下来就做比较大的咯。就一直做到现在了。以前我们新去当学徒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小啦，10多岁罢了1个月15块。以前人多工少，那么现在倒转回来了，那个年代不一样了，这个做这种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现在受的教育比较高嘛。那种手工的东西都没有人要做了，现在是为了比较多了，因为在我们本地到目前都没有一个学徒现在最年轻的工人也差不多要40岁了，现在就再接下去就是要开那个外劳来接手了，因为你没有人做了嘛，好像一间少。以前初的时候我们新做的时候，本地还有8间船厂。后来过了一个时期，我们出来做的时候，才被10多间船厂，到了现在又是5、6间罢了。但是现在是一直有，因为这几年那个海陆忽然变得很好那么他们做船的，他们做海业的人他们对江海发展咯。那么现在要的船要买的人多咯，要订购的人多做的人少了。那么现在，如果你现在有400万角，你要做一艘来去跟人家，你都找不到船位不是说你现在要讲我要做，人家就跟你说你要排1年2年这样还有排到你的，才有的做，因为做的人少尽管还是有木船的需求，机械化的工厂也让造船工作方便了许多，但造船的工匠却日益减少。新一代也不再对造船工作感兴趣，面对后继无人的情况，如今只能见步行步。吴文光先生坦言，自己没有太大遗憾，如果接下来没有人愿意继承船厂，那便只好交由外人接手。造船功夫是否会失传，就只能听天由命。我的名字是陈伟豪，今年34岁，目前我是在明源海产有限公司帮忙负责经营这个家族的生意啦。我们大概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我们主要是以生产江鱼仔，就是那个干鱼为主咯。然后一些其他的，包括鲜鱼还有鱼丸之类的，都是我们的产品之一。我们是有自己的船只的，所以从捕捞开始都是我们自己的船。然后捕捞之后，我们就会在船上煮鱼咯。煮了这个鱼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回到岸上这边来做这个用太阳来晒干然后晒干了之后，我们就要分类筛选，然后最后就打包准备出货了。基本上那个流程就是这样子了。
其实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更工业化的是用烘干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江鱼。到目前今天为止呢，我们还是保留着传统的这个晒干的方式啦。还有就是因为地理的关系，我们的鱼的咸度会比其他人来得比较淡，因为我们不需要放太多盐来保鲜，因为我们出海的这个海域呢就比较靠近一点，所以我们的盐也放得比较少。渔业产量是不定啊，因为很多因素、种种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呢，还是有下滑的迹象啦。大概下滑了大概有20-30%吧。但是近年来，其中一个下滑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海域捕鱼的海域被限制，以前的捕鱼的海域比较宽阔。最近的海域呢，我们已经开始被限制，因为这3年来呢，就是全面的禁止了那些海域，对我们来说就有比较大的影响了。因为这些海域都是属于比较多鱼的区，在他们的看法就是说，他们希望可以达到保育的效果。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尤其在淡季，如果没有到这些就是地区去捕鱼的话，渔获就会真的很少。现在收入是明显的比较下滑，因为其实人工已经提高，但是我们鱼价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提升。鱼价不会上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来自国外进口的鱼啊，像泰国跟越南，尤其越南近年来的进口特别高，他们价钱便宜嘛，然后又多，所以就造成我们的价钱就提不起来。这个岛上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往外跑了。然后老年人可能也不太适合在船上工作，因为毕竟这个工作不简单然后所以我们就需要靠一些外劳来帮忙咯。年龄介于40几岁这样子的这些人如果你是说要找一些20几岁到30岁左右，其实真的是比较难。渔业它本身其实应该是属于生产供应的这个行业呢，应该是长期都需要的啦，只要环境允许，一天还有人吃鱼的话，其实这个行业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只是可能需要更加完善的利用现代的科技，包括这样子在网上营销啊，或者是更好的科技来处理鱼啊，把品质提得更高咯。那其实这个行业应该是可以继续走下去了。传统行业单一的枯燥模式已经被时代所抛弃。为了顺应时代的大潮流，海产业也尽量让自己融入到这个大环境中，利用互联网以及现今发达的运输管道，让产品能更加快速地抵达消费者手中。虽然产量减少，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也不多，但只要有一天还有人吃江鱼仔，那这个行业就不会被淘汰。渔产在捕捞后只有几个小时的寿命，一旦渔产死亡后，肉质就会开始变质。为了保持渔产品的新鲜度，捕获渔产后就必须做好保鲜工作，需要大量冰块来维持低温。因此，制造冰块是岛上缺一不可的行业。我叫可心，这边是1997年开始建立的，然后这个是大型的，就一大块的。因为小个的通常是食用的，好像大个的它就不是拿来吃的，它是打碎了之后，他们去保鲜那个渔船用的。因为以前我上一份工作是在那个渔寮那边做的，他们就会去订那个冰块，然后送过来，他们就自己拿那个 machine 打碎，他们就放在那个鱼桶。这个是那个在那个鲫鱼的那个鱼桶，他们就放在里面，然后放一点盐。来保鲜那个鱼的，真的是有差别的。我能找到的 record 最早是2015年，然后2015年的时候，它1个月它就有7、8页的那个 invoice， 就是那个 account 还是满7、8页，然后现在我只有2页。那个问题可能在于那个客人他自己也能做那个饼。科技不断进步，辉煌一时的老行业也逐渐失去了光芒。岛上唯一的制冰厂所接获的订单也大不如前，渔船和渔寮都自己装置冰库或拥有自己的制冰器，导致制冰厂的生意逐渐减少。一天的销量很不定哦，
有时候我看他一天可能只有最少10块，因为有一个 customer 他会很固定的拿冰，所以就是他一个打底了。有时候他 cancel 就没有了，而且其实他每个月是在亏损的。老板应该想要减少开支吧。Engine room 的人如果他们24小时轮的话，他会有那个 OT 费，然后现在销量也没那么多，晚上不用出冰的话，其实就不需要那么多人顾着嘛。我觉得就尽量减少他开支，因为其实他每个月亏蛮多。如今制冰厂的需求量并不大，鱼寮一般上都不再向制冰厂购买冰块，只有偶尔需要将鱼货载到远一些的地方，才会需要更大、更耐久的冰块。其实你要讲倒闭的话，现在很多人都传我们要倒闭了。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好像人家问我会不会要倒闭了，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拖着慢慢这样啊。岛上曾经不可或缺的行业，也逃不过时代的变迁。传统行业后继乏人，面对产量起起落落，面对技术和需求的变化，即使日渐式微，他们仍然日夜坚守。有了他们的坚持不懈，才让民风朴实的邦格岛别有一番韵味。